今天，美丽的乌克兰天空变得更加安全，因为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抵达乌克兰。这是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的原话。火力军只能说不容易啊！我们说了那么久的爱国者终于来了。这是首批抵达乌克兰的爱国者，一共2套，其中1套是美国的，另外1套是德国和荷兰共同援助的。那么这2套爱国者会部署在哪里？对当前的俄乌战局有影响吗？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了爱国者。今年1月份，德国也想明白了，加入援乌爱国者的阵营，顺带还加了点黄鼠狼步兵战车。美国则又送了点布拉德利战车，并按照计划提供爱国者。同时，乌军士兵也已经培训过了。美国已经证实，在俄克拉荷马州训练的65名乌克兰防空部队士兵已经完成了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训练，并启程回到欧洲。爱国者系统到了，操作人员也培训完毕。乌军的防空网原地升级，防长激动地在推特上写了一大段话，大致意思就是感谢美国、德国、荷兰能够遵守他们的诺言，并表示我们将一起取得胜利。至于部署情况没说，火力军估计这2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连，一个会部署在基辅，还有一个会部署在乌军反攻方向，为乌军的反攻部队提供掩护。当然，爱国者的性能各位不用担心，爱国者算是美国陆军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了，可以跟踪100个目标，为9枚导弹提供制导数据。什么高性能战机、战术弹道导弹，在爱国者眼里都是弟弟。像什么口径、伊斯坎德尔就没那么嚣张了，算是乌军当前最需要的武器。俄军对乌克兰本土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之后，乌克兰全国上下都面临电力和供暖问题。今年1月15日的时候，乌克兰国防部还发表了声明，表示因为拦截能力不足，自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发射的210枚 X-22 巡航导弹，也就是 Kh-22 导弹，全部都成功突防，没有1枚被拦截。说实话，这也没办法。Kh-22 的速度能达到4马赫，乌克兰防空系统能监测到导弹，但没有技术手段拦截速度那么高的目标。北约之前军援 NASA-MS、Ares-T 等一系列防空系统，性能虽然不错，但都是中近程防空，更别说乌克兰自身的 S-300了。所以乌克兰一直表示，我需要额外的防空系统来对抗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俄乌战争的胜负真不好说。不过爱国者抵达之后，情况就变了。这个全都成功突防的记录肯定要被打破。至于战机，没什么提及的必要，毒刺星光都能干爆的东西，可能都轮不到爱国者上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爱国者性能虽好，但是并不能改变当前的俄乌战局。爱国者系统毕竟是防御性质，就算是布置在乌军反攻的方向，对乌军而言也只是多了一些保障。而且泽连斯基之前说过，2023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换句话说，就是俄乌双方都在为下一轮攻击做准备，双方投入的兵力更多，火力更猛。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爱国者系统的造价太贵了，没办法处处兼顾。一款新生产的爱国者系统成本约11亿美元，其中包括约4亿美元的系统，以及大约6.9亿美元的导弹。比如美国的爱国者营由4个爱国者炮兵连组成，在没有导弹的情况下，每个营的成本高达12.7亿美元，每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成本大约是400万美元。用来拦无人机太浪费了，只能用来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而且爱国者10之8九是部署在基辅，只能保证基辅的安全，并不能影响战局。前线依旧是炮弹满天飞，谁的炮弹射得更远，打得更准，谁就是优势。同时，弹药供应也是一个问题。之前五角大楼泄露的情报文件里面就有乌克兰防空弹药消耗速度的信息。如果乌克兰得不到弹药，就算是爱国者也没什么用。当然，这个问题俄乌双方都有。经过1年多的交战，俄乌双方的武器供应都有毛病，爱国者来与不来都是如此。真正能影响俄乌战局的是 F-15、F-16、A-10、M1A2 和豹2、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 MQ9 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爱国者在普京这里却是连 S-300都不如。
普京之前说过，爱国者是一款落后的防空导弹系统，性能不如 S-300，这污蔑张嘴就来。而且之前普京还放话，只要爱国者进入乌克兰，100%会被击落。不过爱国者真的来了之后，也没见俄军有多大的动作。问题来了，俄军这是在养精蓄锐，还是打算放弃？如果想攻击爱国者，俄军又该怎么做？这里就要说一个问题，俄罗斯的战场实时侦察能力太弱，没办法第一时间发现北约军援在运输过程中的情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器装备进入乌克兰。所以俄军击毁爱国者系统的方式，只能是利用伊尔20电子侦察机等电磁侦察手段定位爱国者的位置，然后空天军花样丢导弹。首先就是苏57，之前不是新增了4架，可以拉到战场溜一溜。虽说隐身不够强，但好歹也是俄空天军最强的战机，就算炸不坏爱国者，也能保证自己安稳回来。至于苏34，还是让他自己在家玩吧。自俄乌开战以来，苏34跟卡52一样，已经被打成稀有物种了。其次就是在防区外发射 AS-17或 KH-31P 反辐射导弹，超视距摧毁爱国者。AS-17与 KH-31P 都具有探测爱国者雷达的能力，可以跟踪爱国者导弹雷达信号，然后进行精确打击。而且使用反辐射导弹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过想摧毁地面防空系统，最大的方式还是饱和式打击，比如空天军发射 KH-55SM 导弹，并为其配备惰性弹头用作诱饵。然后苏35发射 KH-31，至于柳叶刀、伊朗小摩托之类的无人机就充当炮灰。爱国者导弹部署在基辅，俄罗斯的柳叶刀够不着，伊朗小摩托可以，但是精度太差，没什么用，用来干扰乌军的其他防空系统就已经是废物利用了。还有什么压箱底的匕首和锆石导弹都有可能拿出来用。不过看俄军现在的反应，估计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重点或许依旧是反攻，而不是爱国者这种防御性武器。目前俄军已经升级了夺取巴赫穆特的行动，乌军则是加强导弹拦截能力，准备反攻。重点反攻不是随便说的，最近普京和泽连斯基都抵达前线视察了。普京来到赫尔松和卢甘斯克前线，泽连斯基则是来到了阿瓦迪夫卡前线阵地。从2002年11月开始，俄军就开始强化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防御阵地。估计在俄罗斯的战略预测里，俄军的反攻方向就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而泽连斯基视察的阿夫杰耶夫卡小镇位于顿涅茨克以北，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战略要塞，估计打算让顿涅茨克前沿牵制俄军，为乌军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方向的反攻创造条件。不过美国泄密情报显示，乌军的武器和弹药存在严重不足，很难全面突破俄军阵地。这一次反攻，乌军只能获得较小的进展。但如果按照乌军的说法，自己一直也在为反攻做准备，周末也不停歇，战争期间没有假期，而且乌攻反攻信息是绝对密报，美国也不知道。换而言之，美国泄露情况确实不难。至于巴赫穆特的战局情况，确实对乌军不利。最近美国透露，新闻周刊致电乌克兰国防部，请求透露巴赫穆特的具体计划，但是泽连斯基没有正面回答，所以外媒就开始猜了，并根据瓦格纳大锤兵透露的信息，得知俄军已经控制了巴赫穆特市90%的地区，只是俄军自己说的话不能全信。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在侧翼作战的俄罗斯空降部队为瓦格纳突击群提供了绝对的支持，阻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向巴赫穆特运送弹药和派遣预备队。这句话的真假存疑，火力军之前也就说过，巴赫穆特有地下城，乌军物资、弹药以及人员补充基本上都是通过地下城运输的，这次却是空降部队干的，有些说不过去。同时还有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表示，乌克兰已经无法阻止我们前进，按照目前的战争，巴赫穆特争夺战再过2周就结束了。如果一般的战争节奏，一方占据了80%甚至更多的地方，那优势很大，4艘全部拿下，轻轻松松。但是巴赫穆特属于2般情况，表面上看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实际上在旁边的还有北约，离战场最近的那个是美国。听说美国情报部门在利用巴赫穆特周围的信号，
绘制俄罗斯军队的位置图，甚至是单独战壕，并且可以跟踪个别手机到雷达的每一个电子信号。如果按照游戏术语来说，这就相当于天眼。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控制手机信号塔，根据手机卡的信号强弱定位，还有卫星定位、电子战系统等等，都可以确定俄军的位置。说起来，监控手机也算是美国的传统异能了。美国自由联邦公布的新文件显示，美国国土安防局经常使用手机定位监控人员，对于重点人员，甚至每分钟会采集26次地理位置信息，可以将这个人全天的轨迹绘制成精准地图。美国《纽约时报》也报道过，美国与以色列著名间谍公司 NSO 签署合同，该公司的间谍软件可以入侵手机系统，比如提取手机内的所有内容，比如各类消息、照片、音视频等。现在这一招已经被美军派在用场上，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实时指挥乌军作战。乌军之所以能在巴赫穆特坚持这么长时间，情报起到的作用很大。巴赫穆特方向的俄军和瓦格纳大锤兵的炮弹数量至少是乌军守军的5到6倍，但是大锤兵的作战效率不行。乌军可以根据美国情报分析，呼叫炮兵实施精准打击。美国的实时情报可以让乌军减少更少的弹药，阻止俄军前进。当然，俄军不可能站着挨打，也出动了电子对乌军进行电子干扰和定位，对30公里范围内的乌军进行电子侦察、分析、定位等等。只是巴赫穆特城市巷战，俄乌双方的电子战效果都一般，包括美军手机监控系统很难区分敌我，容易造成误杀。总的来说，目前俄乌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烈的巴赫穆特争夺战已经进入尾声，况且的确对乌军不利。但是有美军情报在，以及地下城的存在，什么时候能结束不好说。至于爱国者导弹系统，本质上还是防御性质，并不是无敌的，只能保证基辅的安全，前线还是要靠大炮。面对作战体系相对完善的俄罗斯，究竟是爱国者超90%的拦截率更强，还是普京说的100%摧毁，就看接下来的俄乌战场了。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各位觉得爱国者对乌克兰来说还有什么作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